在我们国家呀，这个高速路收费还有过桥费啊，大致有那么一个标准，就是说10公里的是5块钱。你按这个标准来看呢，1公里呢是5毛钱，200米呢是1毛钱。可是海南有一个地方收费收的邪乎，过它这个桥200米要收你20块钱。说这是哪儿呢？就这个地方。地接的朋友一看说：“老梁，你又瞎说呢，这不是《非诚勿扰2》的一个剧照吗？这是这个舒淇和这个葛优两个人在海南那地方度假，舒淇走过那个吊桥。那我送你过桥。哎，这个地方不到200米，但是你要过这个桥，游客从这块走就得收你20块钱。这怎么回事呢？因为拍《非诚勿扰2》啊，是在海南三亚的一个森林公园里拍的。这个森林公园门票175块钱，够贵的了吧？可是收了175块钱，你再进到景区里边，要过这个舒淇走的吊桥，你还得再交20分，总共它才200米，你一算，每走这一步得1毛钱。这个价钱可以说一般的游客看起来觉得呀，真是承受不了，这是挨宰了。这不最近大家都知道一个事儿吗？三亚政府说呀，他们这个旅游啊零投诉，没有因为宰客事投诉的。结果这下子把春节期间到三亚旅游这些人给惹恼了，不少人在网上晒出来账单，你看我这被宰了多少，你看我那被宰了多少。最近这个事儿令这个三亚政府啊疲于应付。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一方面呢，跟政府部门直接把景区交给承包商经营有关，我包给你了，一年你给我交多少钱，政府管理部门省事儿了。那你想，我要承包，我要一年交那么高的承包费，我不得着急把失去的青春夺回来？所以我就得在游客身上做文章，那宰客就成了不可避免的。那么这种景区这还算正常的，有的时候那个名胜区出现这个情况会让你特别不舒服。我说这个可不是危言耸听，不是我编的。最近就有一件事儿，在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的盐泉寺，最近被当地政府部门勒令停业整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庙里出了一些状况，结果这个事情引起了当地的媒体，还有一些国家级新闻媒体的重视。相继就有记者到这个盐泉寺暗访。那么有关盐泉寺这些假和尚骗游客、宰游客的报道呢，我们看下面这个小片。2011年10月28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跟随旅游团以游客身份，在云南省昆明市的盐泉寺进行了暗访。暗访调查的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在这座庙里，抽签、解签、算命、诵经、烧香已经形成一条龙式的收费服务，而且往往价格高得离谱，仅烧高香一项就需要花费1万余元。更让记者惊讶的是，庙里面假和尚、假大师轮番上阵，游客稍欲抵制就连哄带吓。为求心安，游客大多选择付钱。为方便游客支付高额款项，盐泉寺甚至还提供了信用卡刷卡服务。宰客现象一经曝光，立刻引起云南省旅游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经昆明市旅游局调查，盐泉风景区确实存在诱骗游客烧高香转运的问题。是什么让一个全国4A 级的景点如此疯狂的敛财？离奇现象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利益格局？说这盐泉寺啊灵得很。说怎么灵呢？说当年这个庙里头，那个当时的第一美女陈圆圆来过。我们知道陈圆圆原先是个妓女，后来这不是又跟了李自成，跟了吴三桂吗？说陈圆圆到这来抽个签，结果庙里和尚给他解签，你呀将来必然要遁入空门呐，就你要出家修行。后来我们不少朋友看过《鹿鼎记》，知道陈圆圆半真半假的，还真就出家了。所以说这个庙灵得很。这导游一煽乎，不少游客说我来吧，记者也跟着进里边了，也是给发个号，抽个签。抽完签解签的时候，一走到这个屋子里，当间有一个和尚披着袈裟，寺外边也有一些大师在那闭目养神，等着给你解签。把这签给了其中一位大师，这位大师把这签拿过来了，看了一下，扣在桌子上，然后瞪着眼睛看这记者，看了一眼，哎呀，叹口气，不好啊，你这个签里看出啊，你这个八字啊搭配不当，五行失调啊，你要遭灾呀，不光有家灾，还有风水之灾呀。如果这一关不过呀，你的家人有性命之忧啊，你这个人呢，也有不少坎坷等着你的。哎呀，佛度有缘人呐。这时候记者就问了，那大师我怎么办呢？这大师说，
这样吧，你看这儿呢有个香，咱们平常老百姓不说烧高香烧高香吗？那都是1米多长，碗口那么粗。你这个香，你烧3炷，1炷600块钱，3炷1800块钱。烧完这香，可保你家人平安无事啊！记者当时就说了：“这3炷香1800块钱，我也没带那么多现金呢，我没现金呢。”这时候，这位大师正闭目养神啊，你有信用卡吗？记者说：“那我也没带信用卡呀。”这大师想想，我给你推荐个低点的吧，也能解灾，烧这200块钱1炷的。记者掏出兜，200块钱我也没带。这时候大师露出本来面目：“什么玩意儿？200块钱你都没带？你对着菩萨，你这是撒谎！你烧不烧？不烧，你出去！你看，给撵出去了。”这时候记者才相信，游客投诉的事所言非虚。整个这个庙似乎就是把游客当成摇钱树，能宰就宰。接下来记者暗访发现呢，还有一系列可笑的事情。你看，一般的庙里给你赐福啊，也就是提个字儿啊，所谓开光啊，卖个玉器啊什么的，找个信物啊，抽个签儿。可这庙不一样，还专门有这业务，让你把信用卡拿出来，说又要交钱了。那倒不全是，把信用卡放到这儿，或者你银行借记卡搁到这儿，然后大师给你开光。怎么开光呢？嘴里念咒声，行不能，干嘛呢？让你这信用卡呀，今后啊只进不出，保佑你财源广进。你听听，这都哪儿的事儿？这明目张胆的吗？所以记者经过暗访发现呢，到这地方挨宰的游客不计其数，好多人也向当地旅游部门投诉。哎，旅游部门还真管，投诉了呢，就让庙里把这钱退回去。那要没投诉呢，这钱岂不就白白挨宰了吗？而且最可气的是，这些不是真和尚。这不是一个宗教活动场所，这里的和尚也不是真和尚。岩泉寺的和尚，政府部门一调查，只有一个法号叫玄真的和尚是真的，剩下那些是假和尚，是经营者从各地请来的一些假大师来给解签的。而且还出现过呢，有2个假和尚骗了一个香客2000块钱烧转运香，这个香客告了，派出所来管来了，把这俩假和尚查处的时候，发现剩下还有6、7个假和尚，一窝都端了，都查了一遍。为什么说岩泉寺不光是假和尚，它不是宗教活动场所呢？根据2004年到2005年云南省出的一份叫《云南省宗教形势报告》，里边就说到这岩泉寺，它已经不再是宗教活动场所，已经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以商业经营为目的的文化产业实体。为什么给出这样个定位呢？咱们可以把岩泉寺的这个历史给捋一捋。原来这个地方呢是划归给当地一个金星村委会，就政府的旅游局和宗教管理局把这个的管辖权给了金星村的村委会。村委会在这里边投入翻修这个寺庙，修好了以后呢，由于经营不善，始终亏钱。后来是在2001年的时候呢，金星村的管委会呢就把这个庙跟这个云南省昆明国际旅行社合作，开始了它承包之旅。然后在2004年呢，又把这个庙单包给个人。当时1年的承包费用是多少？是220万。一开始的时候呢，这庙里头的承包人呢，也是从各地找一些大师给解签，但是那阵相对上比较规矩，这些大师呢也轻易不说刺激你的话，也不是往死了宰，反正看你有点钱啊，多收点钱，没钱也就那么地了。可是到了2010年的时候呢，把这个庙包给一个湖南一个老板，1年收多少钱呢？720万的承包费。你想着720万，我要承包这个，我也要把这钱马上捞回来，我还有那耐心投入细细的管理吗？我肯定着急把钱捞回来呀。所以自打这个老板上来，这个地方开始了疯狂的敛钱游戏。当然承包这好处显而易见了，把当地村委会弄富了，孩子上学呀，老人呢养老啊全免费了。当地村民也说，谁要动这个庙，谁就等于他妈跟我们过意不去。你看看，这就是狭隘的地方利益跟公众利益发生冲突时候出现的情况。那么我们刚才说这座庙呢，当地不是不整治，后来这个承包的人也说，这么管我们不行，把1年的承包费用降到420多万。那么当地呢，也是像昆明的旅行社规定呢，如果在哪家旅行社，你绝对不能把游客往岩泉寺里让他整顿。可是岩泉寺经过短暂整顿之后呢，在2011年呢，干个什么呢？原来他给旅行社的回扣啊，你领了多少人，门票费的其他的卖东西的费用，我给你提30%。现在整改之后改成提50%。那你说这些旅行社利欲熏心，能不把人往那儿领吗？结果这地方又火起来了，
来一个宰一个，来一个宰一个，造成了现在记者调查这种非常混乱的局面。你看，我把这个事儿给大家介绍完，大家就明白这是什么惹的祸，就是承包惹的祸。咱们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规定，凡是宗教活动场所，不能以什么中外合资啊、租赁啊、承包这个形式出现。可是很多地方呢，利欲熏心，把这些庙啊当做一个摇钱树，所以才出现这种疯狂宰客的现象。那么我们说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绝非仅仅云南昆明这一例，不少地方把这个宗教场所包出去了，然后通过这个来敛财。你这以为啊，我敬心礼佛了，交了功德钱、香火钱，没想到这钱源源不断的进了承包老板的兜里面。那么这个祸是谁惹的呢？承包老板固然利欲熏心，可是地方政府呢，这里边就不该承担责任吗？还有两个责任。第一个，我们到一些风景区，你发现有的风景区门票价格高的吓人，可是我们说中国的风景名胜，几千年下来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是每个纳税人的财产，你地方政府没有权利把它圈起来，向游客收钱，然后揣到政府的腰包里去牟利，这是不对的。那也不等于不收门票，因为这么多人来，政府呢得出资进行管理呀，得维修，门票呢是冲抵这部分价钱，你不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再多收钱。可是全国好多地方一说到景区门票涨价，踢了秃这个涨，所以逼得2007年咱们国家发改委下了个文件，规定景区门票呢至少要保持3年的稳定期。比方你现在定100块钱，你要想涨价得3年以后。本来是为了限制涨价，结果成了涨价一个通告令了，隔3年就得涨价。当然涨价前呢开个假模假样的听证会，这听证会大家都知道，都快成听涨会了，一听非涨不可。里边还有不少托，哎呀应该涨啊，应该涨啊，这咱们以前新闻里都报道过。第二个呢，本身来讲管好这个景区是你政府的责任，你这时候出于一种惰政思维，懒惰，我一下包给你了，反正你到点给我钱，我别的我不管了，政府省事了，旅游局省事了。可是呢，这些人承包之后利欲熏心，必然是游客挨宰，这是政府在承包上的一种惰政思维。那么我们说，如果政府把风景区承包给开发商，会造成什么样后果呢？刚才我们前面说了，宰客，你想这是我把这地方承包了，我着急回收钱，我当然往死了提价，这所有的我能盈利的地方我都宰，反正宰完了我第二合同不签了，我 logo 就走了。这是我刚才说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破坏力，这个造成了什么？景区整个的名誉度下降，游客到这挨宰之后心情受影响，这是等于侵犯了每个公民的休闲的权利。第二点比这个还要恶劣，它往往会造成景区的极大破坏。你看四川，咱们都知道乐山大佛很有名吧？有一年有一个承包商就从这个地方承包走了乐山大佛后边的经营权，山后的经营权，干个东方佛国，在山体上啪啪啪再凿很多大佛，为了挣钱。可这下不要紧，你一动山体，这边一晃荡，那边乐山大佛岌岌可危，这么宝贵珍贵的文物就容易毁了。最后幸亏当地政府叫停了。而且这样的事，这不最近又有个大新闻，少林寺。少林寺呢，寺里边这块管是那个释永信方丈，外边这归谁管了呢？归当地登封市政府啊，跟港中旅公司合资成立一个港中旅登封公司，这个公司开发这块，所以寸土寸金的卖给小商小贩，然后呢，在少林寺对面建个十方禅院，这里头又能抽签又能算命。这里我给大家补充一下，真正的佛教活动场所，你这算卦这些东西，你比方说用周易、梅花武术，这是道家和非佛的东西，佛教本身是不提倡这些的，跟佛教教义完全又是相悖的。所以大家看，要在庙里头有人给你算卦、起卦干什么啥的，这绝对是不对的。这不最近吗？咱们给这个少林寺下了一个红牌，你再这样的话，取消你5A风景区名胜的资格。现在少林寺正在整顿呢。那我记得10年前，那个时候是在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就是吗？为了挣钱呢，这开发商在风景区里边呢，把那些漂亮的林间毛竹小道啊都给砍了，拓成大道，然后这边建宾馆。那宾馆你说能不产生脏水废水吗？就地都排到风景区去了，结果里边弄得乌烟瘴气，惹恼了联合国这个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委员会，就对这个武陵源亮出红牌。如果你再不整改，再这么干的话，好，我就取消你世界自然遗产的资格。这一取消，联合国不给拨钱了，损失更大。没办法，当地旅游部门整改吧。结果整改花了多少钱呢？等于武陵源15年门票的总和，还得不偿失了。而且这个地方建了个假模假样的，在黄龙洞口建鳄鱼潭，
二傻子都能看出这鳄鱼潭是人造的。你说你要这个地方是人造的，人不得怀疑你里头黄龙洞这些景点都是假的？所以这是多么愚蠢的行为啊！就是为了追逐眼前那点利益。承包商承包之后啊，为了追逐利润而造成的宰客和破坏环境啊，这个话题在网上引起一些网友激烈的回应。看来在这方面深受其害的网友不少。咱们看一下微博。你看，第一位网友也是采用了晒账单的方式。他说：“我们呢，全家11个大人和7个孩子在海南三亚旅游，结果吃一顿饭呢，花了7997块钱。咱先不说那些海鲜，就是里边这些毛菜，你看这都多少钱啊？里边一个炒土豆丝儿57块钱，炒一个小青菜要72块钱，水煮牛肉竟然要到了102块钱。”那第二位网友说呀，经常有些商业活动放在了一些文物保护地区。我到庐山旅游呢，发现庐山一些老别墅啊，竟然被开发成了商业宾馆。第三位网友呢，对于我们说到这个天价寺庙啊、宰客寺庙这事儿比较反感，所以在有一些景区，我们看到那些和尚啊，明显就是假和尚；而有些仿古的寺庙呢，搁到那儿，在我看是对景区完整性的一种最大的破坏。那么咱们实事求是的说，怎么解决这个现象呢？其实我们现实当中有活生生例子。首先，咱们说像门票这个事儿，大气的地方政府能够把这个地方有一盘棋思想的、管理的非常到位的地方政府，他就有这个魄力，不要门票。咱们有不少朋友去过杭州，西湖原先那个1公园、2公园到6公园收门票的，现在西湖边除了灵隐寺和岳庙收票以外，其他地方都不要门票了。说那门票得损失多少啊？哎，你这么想，这个地方不要门票，我到湖边随便溜达，我一高兴在茶楼上点杯茶，一杯茶30呢。我一高兴我在杭州多消费，我到知识关楼外楼吃顿饭，那一顿饭不得300板的？我多买2袋西湖藕粉，100多块钱。我多买点龙井茶叶，我买2匹丝绸，这钱不就回来了吗？这是杭州市政府算大账的魄力。因为这个城市呢，首先他把这个园牧局管理的景区和这个建委啊、轻工啊这块都通开，算一笔大账，整个的消费，整个城市的收入。所以这是他管理各方面比较畅通，内部关系理得顺带来的结果。也就是说，杭州市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开动了脑筋的，他不怕麻烦，真正的把政府的职责管理做到位了。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如果地方政府真正把这个风景区当做老天爷给我们这辈人留下的遗产的话，就不应该随意把门票涨高，也不应该不考虑风景区的这种被开发商摧残的危险而包给一些开发商。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我们雇一个运营团队，你比方说三亚啊，这个天涯海角这块，我们雇个运营团队来干嘛呢？景区的管理都交给你，但是你不能沾钱。哎，你说管理，你说哪个地方要加花盆，加哪个地方修草坪，政府给拿钱，然后你来经营。门票政府收，最后里边什么餐饮的各个地方收费，这个都统一到旅游局一个账上。运营者是不能沾这钱的。说那运营者没利润呢，不要紧，你管好了1年，整个营业收入提成5%到8%给你这个运营团队。你要干得好，管得好，来年我再给你提高提成，人多了，我们收入多了。这也就是说，这个运营团队只能搞这种运营工作，不能来回沾钱，收支必须2当线。说白了就是什么呢？政府出钱购买你这种公共服务。其实这种思维在我们社会其他领域里非常常见了。你北京这个乐坛有个养老院嘛，政府出钱购买你这个运营团队，哎，这个老人进养老院交这钱交给我们，你1年呢就负责这里边的运营管理，怎么做好服务，然后把这个费用的8%给你当做服务费，你干得好来年还涨。所以就说政府在管不好管不了的事儿的时候，要请社会团队来购买他的公共服务，然后政府充当呢监督的职责，看你干的好与坏，然后把这部分纳税人钱呢支付给他们作为购买公共服务的费用，而不是一下都扔给承包商，他愿意咋收钱我都不管了。所以我说你做到这2点，地方政府在风景区这一块的管理就一定会上个台阶。那么最后呢，咱们也得跟这个游客呀说句这个掏心窝子的话。你看你到这个庙里头去烧香去拜佛去，到了庙里头呢，说我求平安，这正常。可是有的人求的是什么呢？比方说非法的折了一笔钱，祈求不要东窗事发，自己正处在一个低的位置，祈求天上掉馅饼，一下能升官能发财。
有的祈求是家里红旗不倒，外边彩旗飘飘，就是你求那个玩意儿方向就有问题。再一个，我们宗教信仰是什么呢？是让你在心灵上找一个支柱，找一个栖息的港湾，求平安，求心灵上的宁静，这个都没有错。问题是呢，你求菩萨也好，求佛也好，你非分的物质享受、功利的东西，佛也不会给你啊。有那么副对联说的非常好，叫惊颤可烧生，难道阎王怕和尚？你说给这个庙里烧点纸，你就能长命百岁了？惊颤可烧生，难道阎王怕和尚？纸钱能赎命，分明菩萨是赃官。你花俩钱结果你就能延年益寿了，那菩萨不成三官了吗？所以这副对子大家记住，你求的宗教信仰上一种心灵宁静，这没错。可是你求的是那些非分功利的想法，这本身就持身不正。而且你越是这么求，你那种功利心越强，所以这个庙里一些假和尚骗你，你就容易上当。所以我是奉劝呢，我们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朋友，如果你求的东西不正的话，那是不会有什么福报的。北京卧佛寺有一帮这大学生毕业找不着工作了，到卧佛寺烧香说灵，说为什么灵呢？卧佛寺英文办公室，办公怎么说 office， 就感觉跟卧佛寺英文这声差不多呢，所有人到那儿就烧香。你想想这都荒谬到什么程度了。所以我们说你要持身正啊，你就会少受骗，你的贪欲少，你也会少受骗。所以一方面呢，我们地方政府呢要管理好风景区，不要随意把它承包出去。另一方面，咱们每一个出来旅游的人，尤其到一些宗教场所的人，咱们首先得想想自己进里边是求自个儿平安呢，还是有一些非分的功利之想呢？这个值得我们每一个游客深思。美国有那么几家电影公司联合，把10多年前一部经典的爱情大片做成了3D 版，本来是打算今年4月6号上映，提前到情人节2月14号今天上映，说叫试上映，结果弄得全世界好多地方的青年男女疯狂的订票，把那个订票网站呢都给弄瘫痪了。这是哪部大片呢？我一说出来你就知道，当年的泰坦尼克号。这个海报大家一看会很熟悉，我记得最开始这是98年在这个中国大陆地区上映的，那个时候这个电影达到什么程度呢？我记得票价是50、60。98年那时候50、60它是个钱呢。即使这么贵，你比方说这个小女孩小男孩正谈恋爱呢，假如说这个男孩要不带这个女孩去看泰坦尼克号，那个女孩就会认为你根本不爱我，咱俩黄了拜拜了，拉倒了。当年这电影就有这么效应。那么这个片子当时热映之后呢，我曾经跟身边很多人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今天我也在情人节这天把这个问题提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看泰坦尼克号里边这个杰克是个穷小子，这个露丝呢是个贵族女孩，两个人明显用中国话说门不当户不对。那么他俩之所以成就一个100年爱情不朽的传奇，恐怕一个主要原因是那个杰克死了。现在我们做一下假设，这杰克叫没死，在泰坦尼克号上他得救了，那么在现实当中接下来的故事情节发展，他和露丝两个人还能走到一块儿吗？你好好琢磨琢磨吧。咱得说实话，他俩想走到一起是没戏的。有人说老梁你这太绝对了吧，咱不是没有伟大的爱情啊，古今中外你看这罗密欧与朱丽叶呀，牛郎织女啊，梁山伯祝英台呀，许仙白娘子什么万喜良梦江女啊，这么多伟大传奇的爱情故事，你不信吗？我现在给大伙剖析剖析，你就发现有这么一个道理，凡是一个爱情故事要能称得上伟大，基本都没啥好结局，要么是两个人永远不能见面了，要么是两个人当中死一个，要么是俩人全死了。最好的是牛郎织女，每年7月初7还能在天河上搭鹊桥见一面。你包括杰克和露丝这两个人，受教育的背景家庭的背景各自的文化水准修养财富朋友社交圈子都如此的不一样，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此差别之大的两个人，想完完美美的白头偕老的走完一生很难。我说这个您要是不信呢，咱们这样，咱们先看看这事儿。灰姑娘嫁给王子的童话一直是所有少女的梦想，然而在现实中，如果灰姑娘走入皇宫，她真的会幸福吗？1981年7月29日，平民出身的戴安娜嫁给当时的查尔斯王子，引起了全球瞩目，被世人誉为现代版的王子与灰姑娘。戴安娜王妃魅力四射，征服了全世界，却始终无法征服自己丈夫的心。两人各方面相差悬殊。查尔斯王子结婚时32岁，
戴安娜只有19岁。查尔斯毕业于名校剑桥，戴安娜中学尚未读完。查尔斯喜欢打马球、听歌剧，而戴安娜却只钟情时尚杂志和流行音乐。新婚不久，两人的感情就产生裂痕。始终郁郁寡欢的灰姑娘戴安娜，终于在15年后决定结束这段王室婚姻。其实，不仅仅是皇家灰姑娘的童话注定没有美好的结局，平民百姓也难以逾越门不当户不对的障碍。2009年1月，隋小雪，一名来自天津的白领，在北川做志愿者期间，与北川羌族汉子赵兴武相恋。隋小雪毅然决定与赵兴武结婚，重建家园。这一段奇缘引起了全国轰动。然而仅仅不足半年，就传来消息，两人即将离婚。隋小雪表示，两人差距太大，他们每天的交流不超过13个字：吃饭，走了，饭做好没，关灯睡觉。没有共同语言，分手在所难免。那我说这个实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就得考虑考虑，这个门不当户不对呀，他这种婚姻真的能够有神圣的爱情在，就会超越这样的门户之见，长久下去吗？我对这个事儿持怀疑态度。其实你琢磨琢磨，中国人几千年来生活下来，他要总结出来的一种能够大行其道的社会规范，他一定有他当中的道理。当然，由于时代的变化，有些东西是历史的糟粕，咱要抛弃掉，可是它必定有合理的内核能留下来。门当户对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它这个道理体现在哪儿呢？咱这么说吧，过去封建社会门当户对是指什么呢？双方的这个门庭啊，社会地位大致差不多，这个社会地位差不多就决定着他的财富差不多，他的社交圈子差不多。那么在这个圈子里边，青年男女他受教育的背景，他的文化层次，他的修养往往非常接近。这样的两口子走到一块儿呢，咱们两个人是否情投意合暂且不说啊，外边这些条件大致决定了两个人起码能有些共同语言。因为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是，我们有时候说这家庭条件非常好，这女孩啊，她爸爸当官的，家有钱，这个穷小子呢，农村来的，一无所有，结果两个人呢好上了，女方家庭不同意。那既然结婚了，成了女婿了，成了姑爷了，那这老丈人也不能袖手旁观了，得关照这个女婿事业的发展呢。他的事业好起来了，你就想想两口子在家里头，这哪有舌头碰不着牙的？锅碗瓢盆碰到一块儿，俩人吵架，往往这女方啊就会说这样话：你有什么可美的？你也敢欺负我？要没有我爸，你能有今天吗？你的一切不都是我家给的吗？作为个老爷们儿啊，听这话脸上无光啊。这个就是说，如果一旦门不当户不对，双方家庭差距比较悬殊的话，哪怕是兴趣爱好两个人能合到一块儿，都会给日后的婚姻生活埋下一些不好的东西。有人说，你说这不对，老梁，那过去俩人地位相差大的那知识分子跟大老粗结婚的不也过得挺好吗？哎，大家看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边，那施光荣和楚琴，楚琴是个小资，施光荣大老粗不识字。你想想，在那个年代，楚琴嫁给施光荣是完成政治任务，解决首长的个人问题。我是32师183团团长。哦，我今天是带着任务来的。你也是带着任务来的吗？什么任务啊？哎，到这儿来的都是带着任务来的，还能跳舞，找媳妇结婚了。啊，我可不知道这个任务啊。你要搁现代社会，怎么可能还有这个事儿呢？而且他俩结婚，你看那个穷吵恶斗啊，施光荣不讲个人卫生，蘑菇屯的亲戚来了，把屋子里造的乱七八糟的。这个楚琴呢，只能忍，因为那个年月，你要离婚的话，那不是个小事儿。我给你拿去啊。那么到现在呢，这个社会也开放了，人更加强调个人的感受和个人价值的实现，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人愿意忍这个事儿了。所以我们越是走进这个新时代，与时俱进，越要强调门当户对里头合理元素的应用。有的时候你看美满和谐的婚姻呢，不是说两个人志同道合，你干啥我也干啥，不是，而是什么呢？双方对生活目标有一个相同或类似的认可。一个成功的男人身后总有一位伟大的女人。
大导演李安名扬四海之前，曾在家无所事事达7年之久。这期间全靠他的妻子林慧嘉外出工作，养家糊口。妻子不仅对失业在家的李安毫无怨言，而且就在李安打算放弃心中的理想，找其他工作养家时，林慧嘉又把他大骂了一顿，鼓励他坚持到底。在妻子的全力支持下，蛰伏多年的李安终于破茧而出。1993年，他凭借《喜宴》摘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迎来了自己的电影春天。所以我们说，现代意义上的门当户对，不是那些说陈腐的你家干什么我家干什么，一个陷在物质享受的泥潭当中，一个是要追求一点精神世界的享受，这怎么可能凑到一起呢？那我说到这儿呢，有的朋友说，哎呀，老梁，你说这有点残酷。那要照你这么说，婚姻岂不成了拿出算盘噼里啪啦打一通，两边求得平衡就弄一块儿去了吗？哎，你说的还真没错。爱情和婚姻不是一回事，爱情是突发的，呼一下这火就着起来了，可是它着得快，它往往灭得也快，它长不了。就那种特别炽烈的爱情不可能维持一辈子，它终究会转化成一种平平淡淡的东西。那么婚姻呢，恰恰就是这种平淡形式的一种延长，所以这一点就决定了，在生活形态当中，婚姻是平淡的，爱情是火热的。如果你要想在婚姻里边始终寻找火热的爱情，那你基本上会失望。你要有一个人讲那么一个笑话，就说你怎么区分这是两口子还是谈恋爱的，就是结婚的还没结婚的。你看他俩在这个餐厅里吃饭，一男一女啊，吃完饭之后呢往外走，这女的走急点了，梆一脑袋撞玻璃门上了，哎呦撞疼了，捂着头。这时候这男的过来，哎呀宝贝儿啊，你咋这别疼啊，我给你揉揉什么。这准是还没结婚。说结婚什么样呢？梆撞玻璃门上，这男的过来指着他一瞪眼睛，你瞎呀你不看点。这是两口子。当然这个笑话有一点极端，但却把我们生活当中啊这个婚姻状态的常态它体现出来了。离婚是吧？离婚，你给我说个理由。好，你在家里面永远穿这件紫色的毛衣，永远穿这件紫色的毛衣。我最烦紫色，知道吗？我最讨厌看见紫颜色。刷牙的杯子得放在搁架的第2层，连个叶儿都不能插啊！牙膏必须得从下往上挤，那我从当中挤怎么了？我愿意从当中挤怎么了？每星期4次，永远是炸酱面，电视剧炸酱面。还有，你吃面条的时候，能不能不要做的那个面条一直打转转？这就是理由吗？嗯。好，离就离。就是婚姻本身就是平淡的，而且婚姻呢，它和爱情不一样在哪儿呢？俩人相爱，可以什么条件都没有，对眼儿，一见钟情，这就够了。所以有人说这叫爱情至上吗？它可以打破一切世俗的这种束缚。可是婚姻不行，爱情是2个人的事儿，婚姻却是2个家庭甚至2个家族的事儿。所以婚姻里头呢，它必须要满足2个人一种基础的需要。因为我们不是在一块待一阵儿，我们是要过一辈子。那过一辈子，我就得把一辈子一些现实的东西挪到婚姻考量当中。你看，我们叫搞对象，可真正走进婚姻有个词儿叫择偶，选择的择，配偶的偶。择是什么？挑拣琢磨对比考核，这才叫择。那用什么考核呢？咱们做个形象的比喻，这个婚姻呢，就是一杆秤。咱叫天平吧，这2边咱们做过实验，这2头是砝码，这是一杆秤。这杆秤上呢，这边男方，这边女方。那么怎么衡量呢？我举几个简单例子，你看婚姻这杆秤在这儿的。假如说这是男方，这是女方，男方呢往上一搁，我呀身高1.8米，你看够个了吧？女方，我长得挺漂亮啊，天平平衡了。这男方再往上添，我呀身体健康，积极向上。女方加一个，我温柔贤惠，贤妻良母，哎，又平衡了。这男方讲，我家里头挺有钱，有房有车。这女方说，我家里挺有知识，我爸是大学教授，哎，又平衡了。这男方说，我现在啊是副处级，
隔2年可能正处副厅我上去了。这女方说我现在职称啊是讲师，隔2年副教授、教授，我也有知识有社会地位，这个挺好。所以其实你考察2个人能不能走进婚姻，就是这些砝码不断在2边累加的基础，加来加去呢大致平衡，哪怕谁高点低点无所谓，但是你要这样那可不行。那么这是一种正向的一杆秤思维，怎么能让它平衡？还有逆向的，逆向就是什么呢？挑双方条件不咋地的地方进行平衡。这个怎么比呢？我再举个例子，婚姻是一杆秤，在这放着呢，女方跟男方衡量，女方呢是罗圈腿，男方说那我有点内八字，你看这又平衡了。女方啊，我家里头很困难，是男方说我母亲卧床不起，你看一个有病一个穷，这也平衡了。像这样的方式，这叫逆向的一种平衡。双方得琢磨这个。你比方这个女方，她是说我呀长得不够漂亮，岁数还有点偏大，男方是加一块，我是第2婚还带个孩子，你看逆向他也是这样平衡。如果双方这条件这个好到这儿了，这儿差到这儿了，俩人一般情况下走不到一块儿去。所以我说这个爱情和婚姻不一样呢，婚姻它是一杆秤，它是双方各种社会因素综合衡量的结果。这个衡量它不同于恋爱啊，你看我对眼，我看你对眼就完了。真走进婚姻了，那爹妈都得参与啊。咱们有的父母平常你看说别人家孩子，哎呀爱情至上，有了爱这个世界上都如何如何，真轮到自个儿孩子，你绝下不了那决心。咱为什么有个说法叫丈母娘推高房价呢？小齐是做什么工作的？我是做通讯器材的，你好像不是老板。我是公司的部门经理。你每个月收入是多少？或者说年薪多少？我年薪7、8万吧。买房了吗？买了。多大面积啊？130。是按揭吗？对，正供着呢。还能不能再生育？我还能生。好，现在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回去等我们消息吧。1个星期之内成不成，我们都会给你消息的。这当妈的心疼闺女啊！我孩子跟你，我不能遭罪，不能受苦啊！你要达到什么标准，你才能把我姑娘娶走？你看，这就是现实当中我们的考量。而且我们在这个网站上有过一个调查，就说这个爱情，你是就自个儿做主，完全不听爹妈的，最后幸福的结果多；还是你自个儿做主也同意了，爹妈也帮你挑也同意了，这个多。最后发现父母帮助你选择配偶的这种幸福的概率要更大。为啥？年轻人在20多岁的时候难免有盲目，他可能对未来看得不那么准，可是父母是过来人，他可能看得就比较准。而且这种比较准呢，有时候能穿透子女的那种盲目心态。封建社会，男人是天，一纸休书就可将发妻抛弃，7出3不出，规定了古代休妻的条件。这到底是压迫女性还是保护弱势？咱们说男权社会里头，女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咱们说这老爷们儿也太凶了，说休妻一纸休书就把女人撵走了。那女人怎么不能说休丈夫呢？因此有人说呀，封建礼教压迫女性。其实你要仔细了解一下过去男人关于离婚这方面，你就知道好像是歧视女同志，其实倒是保护了女人。过去封建社会怎么说呢？叫7出3不出，就说有7种情况下男人可以把女人休走，把老婆休走休妻，有3种情况下你不能休。这个7出里边呢怎么规定的呢？淫者出，盗者出，妒者出，有恶疾者出，多言者出，不顺公婆者出，无子嗣者出。你看这7样，我说第一个淫者出，你背着丈夫你跟小白脸在一块混，这搁到现在你不得离婚呢？对爱情不忠，对婚姻不忠，所以这个男人休妻没啥说的吧？淫者出。盗者出，偷丈夫家东西给娘家送去，你不管怎么说，你偷人家的财物，只要这个财物的所有权不是你的，你比方把老公公的东西偷走了，给自个儿爹送去，你这也算盗窃啊。不顺公婆者出，我们都知道不孝顺公公婆婆，这道德也不允许啊。从这点来说，把你休走了，它有一定道理。多言者出，就是你话多，挑拨离间。过去都大家啊，1股2股3股的，大房头2房头3房头，各个兄弟姐妹妯娌什么的都在一块儿。那么如果你这个当媳妇儿的，
挑拨人家兄弟之间关系，挑拨跟父母亲的关系，你这不是破坏和谐家庭吗？所以多言者出，有恶疾者出，指的什么呢？你这女的患上传染病了，什么鼠疫啊、天花啊、非典、艾滋癌什么的，反正恶性传染疾病。那你在家里头，你说我这一家也活不了啊，那对不起，我只能把你休了。所以你看七出里头有合理的，有不合理的，可不都是不合理的。他有一些你别忘了，这7种情况你可以休自个儿老婆，但不是这7种情况以外的，你就不能休。他的潜台词等于这个。那么3不出更是保护你，哪3不出呢？非常有道理。第一个，与夫3年丧者不能出。就说公公婆婆有一个没了，你跟着丈夫守孝守了3年，过去守完3年孝，你可以进祖坟了。说白了，你就这家人了，你是这家人，你怎么能撵我呢？这是强调家族的身份地位。第二个，叫先贫贱后富贵者不能出。就说原先呢，2口子日子过得非常穷，到后来发达了，只要有这种情况，无论什么情况，你不能休他。这就是说呢，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人家给你家做过贡献，你这时候再休了，人到中年了，也有地位了，想换个小的，这能行吗？这是不可以的。第3点是最具人性化的，叫有所取无所归者不能休。我娶你的时候，你这娘家有人，你或者有哥哥爹妈都在什么的，结果你进我门来呢，可能就犯了那7出了，我要休你。可是我休你时候发现呢，你娘家人死没了，没回去地方，回不去了。所以无论你怎么犯7出，这时候我都不能休你。所以你看这个3不出，它其实也是高度的人性化的。那么在这里呢，咱可以负责任的以过来人的身份跟现在年轻人说句话。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婚姻和爱情是什么关系？你看咱这期的标题，真玫瑰假玫瑰。这个爱情啊是真玫瑰，这个真玫瑰有个特点，它开始是保鲜漂亮，可没过2天就容易凋零。你看咱们这个道具，这不这就一个真玫瑰吗？隔不了2天，它瓣儿一点点就落下来了。那么你要想让这个东西始终鲜艳在那儿，那假玫瑰塑料的它倒好使了。而我们的婚姻有的时候就像假玫瑰一样，它有那种保鲜，但是它的质地可能要生硬一点，不如这个鲜玫瑰你看起来那么光耀夺目。但是这才应了中国一句话嘛，平平淡淡才是真。婚姻生活里就是要落实到柴米油盐这些现实上，成一个小的经济实体，你才落得踏实。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我们要对婚姻里边不要太苛求它是否能把如火的爱情能够失去保鲜。当然我这么说绝不是跟大家说否定爱情这2个字，任何一种不以爱情为起点的婚姻都有不道德的因素。所以你要从整个人生走进婚姻状态的背景来看，我认为有8个字大家得记住：因为爱情，所以婚姻。